012-221，城西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请通知事故组迅速赶到现场。Over。我叫薛灵巧，我已经行走人世间400年，不病不伤，不老不死。这400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自己永生的答案，却没想到有一天会躺在这里，等待死亡。放干血就可以杀了我，好像没那么简单。对啊，我们来的时候那俩车已经撞了。快过来！你看这烟冒的，快！小芝，快过来！那女的就在那。小芝，你坚持住啊！我现场就看见两个人。来，我再确认一遍，当时已经是这种情况。走啊，对啊，马上到医院了。对不起啊，是我来晚了，是我来晚了。来，赶快去封锁现场！快！小芝，坚持住，小心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具休眠体的名字叫做 Sleeping Beauty。它被人意外发现的时候呢，它躺在一具棺材里面，沉在了湖底。不过幸运的是，这具棺材的封闭性良好，所以棺材并没有进水。这具休眠体现在才可以重见天日。法医验尸鉴定结果为，它的死亡原因是由于颈部动脉被割断，导致失血过多，初步判断为仇杀。小时了，这回是不是来真的呀？你坐底下看戏，我都没跟你收钱呢，你管我？没人想管你啊！关键是你这戏来的也太频繁了，受点委屈就到天台上来吹吹风。再唯美的画面，你也要考虑到观众也是有审美疲劳的，好不好？田小姐。你想吓死我呀？不好意思，可能刚才距离太远喊习惯了。田小姐，我想问你一下，你这次是不是来真的呀？如果你要是来真的的话，我就要报警了，因为我是这一片的保安队队长，所以说你要在我这个管片里出事的话，我就会被开除的。我死定了，你等着被开吧。一点小事儿，一点都不坚强的，一看就是失恋的。要这么简单就好了。喂，不是报警说聚众赌博吗？你在搞什么鬼？有情况！小植，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啊！你不走过来，那我走过去了哈。
小叶，这地面有我漂亮吗？你漂亮。小直，我了解你是一个迟钝的家伙，所以现在马上走到我面前。当我问你愿不愿意娶我的时候，点头说 yes， 然后给我戴上戒指，你就可以叫我李太太啦。女方主动求婚被拒绝，要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啊？小直，前几天我说想换个称呼叫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姐弟，像以前那样。你的意思是，我误会了。其实你是要跟我分手。站住！原来连求婚大会都可以变成分手大会，我的人生还真是一出荒诞的黑色幽默。不，我要向你坦白。行了，不要说了，我什么都不想。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听我说完，求这和你根本就没有关系，是因为我。开灯！我喜欢的人是谢灵丽。可是我不喜欢你。被表白的那个妹子，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她从高中开始就住在我家，我一直把她当成妹妹一样照顾。结果你劈腿男朋友，太狗血的戏码了。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还有啊，加上今天这个，她从小到大一共撬了我7个男朋友，而我第7个男朋友今天还被她拒绝了。妹子，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倒霉大赛的话，你是第2，没有人敢说是第1。你上辈子一定是诸葛亮放出借箭的那只草船，所以这辈子才会被扎成刺猬。我也仁义一把，跳吧，你随便跳。你是不是认识我妈呀？啊？哪有人250的劝人跳楼的？哎，你干嘛呀？哎，借驾那个田小姐，你会后悔的，你不跳了啊？你活着没什么意思，你回家肯定后悔。我要是真跳了，我才后悔死呢，还有2份工钱没领。而且明天报纸上肯定会写宅男女神田径直因为被男人拒婚而跳楼香消玉殒。哼，人活着演了一辈子女2号，死了却突然红了，这又是什么冷笑话？罚单。以今天的倒霉指数来讲，车还在路边，田小姐你就应该偷笑了。对，我们马上就要下高速公路了，大约1小时之后会到研究中心。您放心，我们一定安全送到。这个东西真晦气，别乱说话，这东西很邪门的。是谁？到底是谁放干了我的心？我一定要找出这个凶手。开车回家的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2名货车司机当场死亡。目前田径之已被送往医院抢救，生死未卜。不少田径之的男粉丝们在医院门口苦苦等候，等待偶像脱离危险的消息。第一新闻为您报道。为什么我能感觉到这个女孩的心跳？妈，
还是要回来吃饭了。李先生，你放心吧，这件事只要在网络上一发酵，你就等着出名吧。那个男人还可以，我看过他微博，岁数大点儿，好像还挺有钱的。100年，只用了100年，这个世界就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好帅好帅，拍照拍照。为什么心跳的频率是一样的？田小姐，你冷静一下，是做噩梦了吗？有人，我床前有个男人在那。检查一下房间。田小姐，你听，好强的心跳声，扑通，扑通，你没有听到吗？听到了，田小姐，这是你的幻觉，请周3务必要去办理出院手续啊！护士长，你以为我是不愿意出院，所以才跟你恶作剧吗？我小学思想品德课可是全校第3哎！晚安。难道真的是幻觉？现阶段来看，是个容易掌控的倒霉女人。在这个陌生的时代，也许她是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李警官，盗走一具休眠体，迅速离开现场的话，现场肯定会留下来车轮印和拖拽的痕迹。但是从车祸发生到接到报案出警，最多也就10分钟。作案人根本来不及打扫现场，这不符合科学。虽然你们事故鉴定是司机疲劳驾驶负全责，但是我认为这场车祸是蓄意盗窃谋杀案，并不是意外。因为那段路是新修建的，摄像头还没有启用，这也增加了我们调查的难度。不过请放心，我们会继续搜集线索。田径池，他还没有出院。田小姐，你在干嘛呢？没事儿，我锻炼。没事没事没事，
你忙，我接着锻炼啊。墙之隔，可以翻墙的吗？本小姐上学的时候可是飞天小蝙蝠。么么蛋糕我来了。缺德，先下水道盖子。田径之也真是够了，为了偷吃掉下水道。冷静，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想想以前掉下水道是怎么出去的。又来，现在幻听真是越来越严重了。有没有人呢？来人呐！救命啊！来人呐！到底有没有人呢？没人。没人，你是鬼啊！你是保安叔叔还是医生哥哥呀？都不是。那就是病友啦！你赶紧把我救上去吧！不可能。能不能快点救我上去？下面真的很臭。我为什么要叫你上来？就算你是吃饱散步路过也好，大家出门在外路见不平一声吼。如果你不愿意救我上去的话，你就去护士站帮我吼一声，不行吗？你把我救上去，你就知道我是谁啦。我在男生当中人气还是不错的，也许你还想要我的签名的。好吧，给钱也行。大哥，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救我出去呢？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大哥，你请说。你相信有人会不老不死吗？惨了，原来是精神科住院的病友，到底该怎么回答呢？相信，我相信，你说的我全都无条件相信。大哥，这个回答你满意吗？那你想不老不死吗？ Oh no！ 这又是什么鬼问题？好难回答。看来真是病得不轻啊，还想什么不老不死？你是有唐僧肉吗？不对，不是这个答案。精神病人不喜欢开玩笑。我想想，我仔细认真的想一想啊，不老不死，我呢，其实不会想要什么不老不死。看着家人朋友在自己面前一个个的死去，不论得到什么东西，也都会一个个失去，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在这个世界上，被别人当作妖怪一样。哎，大哥，你想不老不死吗？闭上眼睛。什么？闭上眼睛，数到5。5、4。谁在偷袭我？
您的全身体检报告都在这里。身体好的真是让人嫉妒，就连骨头都好像会 bling bling 闪闪发光一样的。女明星就是会保养。你们怎么能骂人呢？像我这样勤奋的多奇女艺人是肯定有病的，没有病才有问题。就连我们家门口诊所的老爷爷都说我节食减肥会导致我的胃缩成口香糖那么大，皮肤由于缺少脂肪会干瘪成老菜皮。哎，要不这样吧，你帮我做一个激光近视眼手术，我可以500度的近视加散光。田小姐，您1周前就做了视力检测，检测结果为2.0，现在您可以去办理出院手续了吧？要投诉你们眼科，有谁出车祸能把视力都撞好的？我有病，我不出院，我打死都不出院，我绝对不出院。我这个样子不想被记者拍到啊！你放心，我们避开了正门和后门，走的是 VIP 秘密通道侧门。大家好。真的好秘密啊！田小姐，恭喜出院，您的状态看起来很好。请问发生车祸的时候有没有哪里受到了伤害？严重吗？我觉得是心脏吧，最近很容易心率过速，经常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田小姐，出车祸那天是你男友拒绝你求婚的日子，你现在还恨他吗？不，我感谢他。我也感谢这次车祸让我知道生命诚可贵，我不会把人生浪费在怨恨上，我会继续努力工作，演出好的作品，报答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田小姐，当时报警的大叔说，在车祸现场有个变态粉丝趁你昏迷时强吻了你，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想说的？什么？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新闻报纸上都有写啊，是你自己不想看的。那有没有报警？那可是我的初吻呐！哼，你交了7个男朋友，还保留着初吻呢？我那叫有原则，好不好？交往满3个月牵手，交往满6个月接吻。如果一个男人连6个月都撑不住的话，我要他干嘛？才不要像你那样未婚先孕，还被外婆赶出门，断绝关系。切！你是哪个年代穿越来的奇葩呀？妹妹做得对。要记住，配种期男人为了达到交配的目的，一定不惜任何代价的。说谎，看吧，这老男人积累了1辈子的经验，我生下来就懂。妹妹，你是不是要去洗柚子水啊？哎呀，这么大的车祸，我连根骨头都没有断，泡什么柚子水？这只能证明阎王老爷不想收你，不能证明你不倒霉。不倒霉你会被拒婚，不倒霉你会出车祸，不倒霉你会被变态强吻。我为什么不失忆？我为什么不失忆啊？因为失忆是女1号的标准配备，你是国民女2。小燕来电话了，接不接啊？真是阎王不收，小鬼难缠。我泡柚子水去了。这就对了。研究材料丢失的事，进展怎么样了？我们还在努力地找。李警官调取了那晚全市路口的摄像头，筛查可疑车辆，同时也在筛查有条件储存休眠体的仓库和个人艺术馆。那田径直那边呢？还没有消息，一直拒不见人。作为车祸的唯一幸存者，李警官那边也盯得很紧。都1个月了，你知道这具休眠体对我们的重要性，一定要尽快找到。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我？
而顺。私闯民宅，我叫警察了。我就是警察。那你可以告我袭警啊！来之前我已经请了2天假，你随便洗，但最好别打脸啊！哎，小直，对不起，你打我吧，我真的不知道有人在，你不要再生气了。我今天……李彦之，如果我残废的话，你养我吗？我养的。那你后悔了吗？我没有后悔，喜欢着别人和你在一起对你不公平，你一定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呵！我是不是还要送你面锦旗啊，李彦之？从今往后，我们恢复姐弟关系。你不过就是我一个干妈的儿子，一个没有什么联系的弟弟。你也不用担心以后节假日双方父母聚会，我的出现会让你尴尬，我会尽量不出现。所以我宣布，田静植小姐和李彦之先生分手，李成。救人双方请离场，谢谢合作。哎，等等，小直，等等，我今天来。小直，你等等，你听我说呀，我今天来是来调查车祸案的。小直，你看门啊！小直，听我说。再也不想让你乱猜，幸福还在不在？不过是2个人相爱，哪来哪去多的阻碍？我以为我已明白。什么可以消肿啊？什么可以消肿？哎，这个黄瓜可以消肿。李彦之，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还敢来？去死吧！乖，别闹了，姐姐明天给你买块新电池吃，好不好？你要再敢乱叫的话，即使你价值236.8块，我也会拿黄管敲爆你的头啊，知道吗？想清楚回答我啊！Good boy。啊！哎，看什么呢？我刚才看见那里有一个仙品级的帅哥，跟我四目相对，然后被你车灯一闪就没了。你这么说，我能不能自动解读为你对我余情未了啊？啊？叶先生前来找3年前劈腿分手的前女友，有何贵干啊？我没有劈腿。你现在劈叉的跟我没有关系。你到底来干嘛呀？要是探病的话，赶紧滚啊！本小姐不负责满足第6任前男友的泛滥同情心。脾气还是那么坏啊，怪不得被人拒婚了。
多谢夸奖。不过你叶琛先生这辈子都不可能享受到拒绝本小姐的快感。哎呀，我明儿还有拍摄呢，书不远送啊！哎，田径直，我来找你是有正事儿的。田径直，你听我说，你出车祸那晚跟你相撞的那辆卡车上装的是我们研究中心花重金从私人博物馆那里租起来做研究用的休眠体，但是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棺材摔得粉碎，休眠体也不见了。这就是私人博物馆给那具休眠体拍的宣传照。他生前竟然还生活在这里，那这回被你们租借回来也算是荣归故里了哈。死亡原因：颈动脉被割断，疑似被仇杀。我听警察说，你受到撞击的时候，直接就晕过去了，但是从车里被甩出来的时候，是直接落在了车窗的碎片上。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不是说卡车司机疲劳驾驶吗？难道休眠体还能自己爬起来跑掉？虽然警方事故鉴定是司机疲劳驾驶所致，但是我们的休眠体丢失了，这很有可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盗窃案。如果真的是谋杀，那把你害进医院的人，你也很想找到吧？我再欣赏一下。太吓人了！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我什么都不记得。田径直，你快离开我去！你怎么了？走。哎，田径直，你走，你再好好想想吧。你丢了东西找警察，不关我的事儿。你要再来的话，我告你骚扰。哎，一定是叶人渣把这脏东西带来的，一定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快跟他走，快跟他走！我刚从田径直家里出来，我担心他会有什么危险。李警官，你能给他申请保护吗？他可是车祸的唯一幸存者，除非他自己申请保护，否则我无法申请。不过叶先生，你是不是反应过度啊？女人对待劈腿分手的前男友态度不好很正常，没打断你的鼻子，你已经很走运了。李警官，我私下透露给你一点消息，这具休眠体作为研究材料非常特别。如果有其他研究机构知道了这具休眠体的特殊性，我相信他们会不择手段，想尽办法也会想要得到它。所以，就算我们的前女友田径直小姐什么都不知道，处境也不是那么乐观。别把我跟你相提并论，小直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会去调查清楚的。田小姐，冰咖啡来喽。几点了？离节目开始还有20分钟啊！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黑眼圈好重啊！最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有干尸来敲我的门。你放心啊，梦都是相反的。那你是说每天晚上来敲我门的干尸一点都不干？我的意思是，尸体是不会敲门的。但电影里不都是那么演的吗？女主角车祸醒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能看见鬼，而且只有女主角自己看得见，然后就被当成疯子送进精神病院了。对，不过田小姐你放心，这种事儿你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你也说了，一般只有主角才能遇上这种事儿。你可是国民女2号呀！说什么？你是国民女2号呀！说什么？谁？别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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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谁？别打了！说谁？田径直。大哥，
能让我进去看看吗？万一打起来的话也不太好，对不对？不说话我就当同意了。我还以为田径直和赵轩轩不合适闹传言呢，你一人之间哪有会好的呀？两位大哥，服了。田径直，整整1个月不接我电话，也不允许探视，你以为你能永远躲得过去吗？我为什么要躲呀？你这是要制造我们不和的绯闻来博取点击率吗？一线需要靠2线来博取点击率吗？田径直，1个月以前，你趁我去国外拍 MV 的时候，干了什么好事儿？你敢给我装失忆？满园子的香水玫瑰，你恢复记忆了？我摘都摘了，你打我呀？这，往这打。那明天的娱乐新闻头条就是1线女明星殴打2线女明星，一样有点击率的。问题是，你浪费了1园子的玫瑰都没有成功啊！我早就警告过你了。你看，你掌纹里连婚姻线都没有，不要想着求婚那种蠢主意，你偏偏不听，这不科学。在我的世界里，小燕拒绝你，这很科学啊。那你给我科学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每次都是在血淋里？这个没有科学解释。我现在只想把自己衣服撕了，然后哭着走着去。这不科学。第一，我对女人不感兴趣；第二，我的未婚夫洪世光可是被称为世界之光的男人。乖，这样炒作是不行的，听姐姐的话，相信科学。等你录完节目，我带你去我师傅那儿。不要。命犯孤星，严重吗？晚期。有那么恐怖吗？师傅，您跟他解释解释。明明是大富大贵的命，却过得飘零坎坷；明明应该桃花开到不败，却孤星入宫，连婚都动不了。老朽活了70多岁，还头一次见到这么倒霉的命数。唉，怎么样，准吧？也不能说那么绝呀。我听人说多做好事儿可以转运的，没觉得我最近运气不错吗？虽然撞了车，但是人气飙升，而且通告也有增加呀。我们管这个叫回光返照，就像太阳要落山前的夕阳，异常的美丽。那您是说我快落山了是吗？天机不可泄露。不行，必须喽！师傅，您就帮帮他吧。你看他年纪轻轻的，这太阳啊都还没升起来呢，就要落山了，多可怜啊！唉，你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命太硬，你知道吗？你必须得找一比你命还硬的人替你挡煞，这样你倒霉的命数你才能够有转机，你知道吗？要多硬？
就拿那脑袋往石头上撞都不会死那种？差不多吧。大师，您命硬吗？你什么意思？田径之，你可别乱来啊！我师傅的八字轻，刚才还泄露了天机，很容易有血光之灾的。师傅，你没事，师傅。青花瓷没事。没事没事，你慢点。青花瓷没事就行。大师，您流血了。不得汗吧？把我的青花瓷保护好。田小姐，霉运真重。师傅，师傅，师傅！拿脑袋磕石头都不会死的人，你真以为遍地都是钢铁侠呀？上哪儿找这么命硬的人去啊？来，跟我走。今天是这座晚清大宅时隔3个月后重新面向游客开放的第1天，欢迎大家前来参观。来，跟上啊，跟上。来，走走走，跟上后面。这边，我们接下来要参观的呢是这座晚清大宅的书房。这位大宅的主人生前非常喜欢看书，而且有相当的一部分书籍已经被收藏在博物馆里。另外，这位主人还非常喜欢摄影，是一位早期的摄影发烧友。来看过跟我往这边走啊，这边。辛辛苦苦找了你1个月，肯露面了？100年来都没有看过你，生气了？知道吗？我在博物馆躺着被人参观了很久，现在连房子也被人参观。我和你想的一样，我也想知道是谁害我。 不用担心，虽然失去了部分记忆，但是已经有线索了。这2个线索人物都和救活我的女人有关。如果想找到我的仇人，就需要先跟这个女人结盟。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女人太倒霉了。如果她一不小心死掉了，可能我也会死的。喂，你好。房租那么便宜，该不会是骗子吧？喂，你好。什么？要看投不投缘？哎，我投超缘的好不好？ 喂，你好。我告诉你，生辰八字，你长个小人咋办呀？喂，你好。你好，听你的声音是田径之小姐吧？我超喜欢你的。你希望我的生辰八字是什么呢？我可以配合你的哟。看一下这个人八字怎么样？太老了，
这个呢？小心被你克死。这个呢？虽见你排第一，他排第二。啊，还有吗？本人已死，烧个给我。啊。叶琛，我听玲玲说你去见了田静植，她真的看起来状况很好吗？如果我没有亲眼见到她的话，也绝对不会相信，活蹦乱跳的，骂起人来还是跟以前一样有气势。蛋炒饭，25。我可以进去吗？不可以。幸好我提前得到消息，这菠萝台策划的整人节目，制片人没有一个有节操的。太歹毒了，竟然使用美人计！他们去哪儿找的这个类型啊？完全就是为了消灭我而设计的吗？哼！不过想要整我呀，你们还差100年呢。海贼王挺好看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我说了不可以进来的。听到了？你是刚才那个人的双胞胎兄弟啊？如果是的话，我可以进来吗？不可以。那我不是。我们家门口那家咖啡还不错，我去给你买一杯啊。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你觉得你能跑掉吗？倒霉的小姐。你是那具休眠体？这位小姐，虽然是你救了我，但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救你。这对于我们2个未必是好事。哎呦，我的娘老在，出车祸了！哎，那姑娘还活着吗？还活着，不过马上要死。报警了吗？哎呦，先报警，先报警！哎呀，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死了，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活呀？哎，110吗？对。哎，你个畜生！你放开那姑娘！
你现在的心跳已经超过120了，想问什么就问吧。你会飞吗？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当我吃了恶魔果实，那就等你当上海贼王了再来找我。那就来不及了。你能帮我吗？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可我们家住了很多人，没地方住的。这里除了你，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只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找到我要找的人就走，不会打扰你很久的。作为回报，在借住期间，我会保护你的安全。安全？你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够倒霉的。我可不想你莫名其妙的被车撞死，又或者半夜无聊掉进下水道，摔死什么的。我是因为你的血才苏醒的，你若出事，说不定我也会有麻烦。好，住在这里可以，没问题，江湖救急嘛。不过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坦诚的来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彼此内心的真正诉求，还有生活习惯以及基本的背景情况。说人话。你是什么物种？从哪里来？400多年前我是正常人类，后来发生了一些怪事，于是我就变得不老不死。几百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没想到，前些天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是关于端粒和端粒酶的。或许我长生的秘密就在其中。人类衰老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简单的说，我的情况可能是某种基因突变。你相信会有人不老不死吗？哦，惨了惨了，原来是精神科住院的病友。上回把我从下水道里救出来的神经病也是你，对不对？救命啊！我这是召唤出来个什么鬼东西？你吃什么呀？我比较喜欢人类正常饮食中的液体。比如说这个，你最喜欢的奶茶。您确定？现代人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你刚说是我的血把你救活的，那你是不是该喊我妈妈？如果说你没有献过血的话，至少也见过吧？没有知识也得有常识吧？哎，那你刚才还说后来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哎，停！千万不要说，知道的越少越安全。哎，我什么都没听到，我什么都没听到。老板，我查了一下他在医院的医疗记录，全部都是疗养，根本就没有治疗效果。果然呐。另外，这个叫薛灵桥的人，果然如您所料，几天前去黑市做过证件。不过，您是怎么知道他去黑市做的证件？我只是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一个人想要在现代社会生活下去，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身份，而这个人很聪明，
又很骄傲，一定不会丢弃自己的性命。他居然没有死。薛灵桥除了去图书馆，有没有见过其他的人？没发现他在找人。这是薛灵桥近期翻阅的所有书的书单，还有搜索的上网记录。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干细胞研究所，丢失了10几年的记忆，原来是忘了我了。这一次，我绝不会失手。喂，好，我知道了。老板，刚收到消息，薛灵桥去了田径之家。田径之，你住这一间，平时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去我的房间。好啊，再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最好是苹果的。你在博物馆里面躺了那么久，这才苏醒1个多月，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电脑的1个月已经足够我学会现代社会的生存技能了。从旧报纸上得到这100年的发展信息，说不定比你这28年学到的还要多。是，您是不老的妖怪，我当然不能比了。不过，你妈有没有教你不可以随便透露女人年龄啊？第一，我是人类，只是有些特殊。第二，我的母亲大人已经去世了几百年了。说的怪吓人的。对了，你可是研究中心花了大价钱租借回来的休眠体，而你明明是自己苏醒跑了，有2个蠢蛋还以为你是被偷了，在到处找你。你刚才说的那2个蠢货，是你的第6任和第7任，对不对？真是个八婆的妖怪，这都知道。难道我已经红到你们妖怪界啦？我说了，我是人。你这样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掉，真的很不地道哎！哎，叶人渣这次真是损失惨重啊！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血让我活过来的？你就当是迟来的分手费，是这么说吧？谁的分手费会自己长腿跑到别人家来？你的。自辩。哦，对了，我知道你神出鬼没的，不过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头，或者突然从路灯下消失，我会被你吓死的。怎么办？对了，在线求助。有了，阳光，但他好像不是怕阳光的那一挂。最怕的是Round 1。
我说两句吧。挺好的。王先生您好，请问你们公司下一步的投资计划是在哪里呢？现在还在计划当中。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不合胃口吗？我看你吃的比女明星还少。不是，是我最近胃口不太好。看医生了吗？老毛病了，身体虚弱而已嘛。身体不舒服，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两个的订婚只是战略联姻，又不是真的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即使约定了每周5出来秀恩爱，可是少一次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能和大美女张萱萱一块吃饭，我想任何男人都不会想要错过吧。油嘴滑舌可不是你的风格。所以啊，我说的是真心话。你刚刚说你新接了一个戏。是啊，本来只是想演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可是发现剧本写的挺有趣的，所以就去试镜了女1号，打败了一票女明星，拿到了这个角色。你知道的，我只是玩票，只接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去年的第一部电影就拿了最佳新人，这样的天赋都只是玩票的话，那也太可惜了吧。没办法，张家只有我这么一个继承人。另外，我向导演推荐了田径直，我们应该会一起出演这部戏。田小姐出院了吗？出院了。哦，忘了告诉你了，她让我替她谢谢你送的花篮。客气了。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啊，正式拜会一下田小姐。下次我们拍戏的时候，你过来探班，正好她也早就想见一下我的未婚夫了。好啊，我的荣幸。哎呀，每台电脑都装有木马软件，也不知道是哪个学生闲的吃饱没事干。我觉得是黑客干的，你还不知道吧？图书馆的监控系统也被入侵了，说不定是同一个人干的。啊？你是说有一个变态偷窥狂在监视图书馆啊？哎，谁知道呢？赶紧修吧。Hello，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周的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 More Than Beauty。我是你最帅的男闺蜜冯热热，哇 ，so hot。没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3位非常美丽的女明星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她们的美丽故事。请3位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来打个招呼。嗨，大家好。真的是非常有精气神的打招呼的方式呢。有没有想让我们今天现场的节目更加的热烈呢？马上就进入 More Than Beauty 的现场连线环节，疯狂。OK， 接下来呢，就请导播为我们接通今天第1通的幸运观众电话。喂，你好，这里是 More Than Beauty 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冯热热。你好，是我吗？真的是我吗？我要找田径直，我要找莲花妹。田小姐人气很高啊，不愧是宅男女神啊。田小姐，是我呀，昨天的鸡仔啊。哇，连续2天打进我们的幸运电话，真的是太 lucky 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我们的田小姐吗？我想问问你，真的不考虑我吗？你向我求婚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你的。而且我爸爸他……那个，喂，信号不太好啊。刚才由于这个信号的原因呢，非常遗憾跟这位幸运观众错失这个联络的机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导播我们接入第2位的幸运听众。喂，你好。家里来了个不明妖怪，做节目又遇到变态，这是要开启倒霉第2春吗？冯东东，你不是说你能听出那些变态观众的声音吗？你怎么还随随便便给我把那些得了失心疯的人给我接进来？对不起，田小姐，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解释，这是因为制作人跟主持人，我的双胞胎哥哥不和，故意让另一个助理导演
你就是制作人的表妹放进来的，而且就在刚才，制作人告诉我，以后取消节目互动，用不到2个助理导演，把我辞退了。可问题是，我跟我哥也不和啊。哎呀，这失去了一个专业背黑锅的好工作，还真是遗憾呢。田小姐，我还有3天就要交房租了。可惜我又不是你的房东，否则我一定会给你拖延1天的。田小姐，想到洞洞今后就不能端茶倒水10分左右，洞洞的心里真的好难过。田小姐，您上次说您需要个助理，1个月2000，报销30台方便面的事儿，还有效吗？可是上次你也说了，这点钱养狗都不够的。养狗不够，养我足够了，我又没狗吃的多。可是上回您还说了，能受得了我的人，打着东路都找不到的。哦，对了，上回您冯先生还说了，我这么抠的人是招不到助理的。钱小姐人见人爱，找个助理哪还要打灯笼啊？丢根骨头就一堆人都围上来了，汪汪！好吧，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想得到这份众人挤破头都得不到的工作，那我考你2个问题，通过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我跟你妈同时掉进水里，你救谁？当然是救你。我妈要是掉进水里的话，我爸会救她，因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就问过我爸这样的问题。当时我爸的回答是，无论我妈跟谁同时掉进水里，我爸都会选择救我妈。所以你放心，我肯定救你。第2个问题，我跟你爸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你为什么会跟我爸在一起 ？Perfect， 恭喜你，通过了。啊？第1个问题，完美的解决了全世界男人谁都逃不过的老套问答。第2个问题，正常的逻辑思维，通过现象看本质，我欣赏。冯助理，欢迎你。好吧，给你一个提问的机会，了解我，问吧。田小姐，你每个月的商业代言、杂志拍摄、录节目还有拍戏，这么多收入，也没多少花在衣服包包上吧？你为什么会整天都没钱啊？作为我助理的特权，我只告诉你，其实我在雇人挖井。挖井啊！嘘。好吧，干正事儿。合同我早就印好了。在这里按手印。看什么看，婆婆妈妈的。来，像不像个男人啊？神奇宝贝，我回来啦！今天有没有乖啊？那好，你的晚餐。你的晚餐。你出去啦？我去见了一个故人。对不起啊。没关系。
可看他反应不像是那个人。什么叫看反应啊？如果一个人看到了100年前被杀的人出现在眼前，那一瞬间的反应是不会骗人的。你的故人，你自己不认识吗？而且你的故人应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说的自己好像偶像剧女1号似的，总在关键时刻失忆。真失忆了？只是一点点。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点点？大概10年、20年的样子。停！关于你的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道，知道的越多越麻烦。我们还是保持纯洁的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最好。同样呢，我的事情你……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看起来你真的很爱他。我爱他？切，哪只眼睛看见我爱他？这个，我跟他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是洗2份，一份他们家，一份我们家。不过还要谢谢你帮我把它从抽屉里翻出来，不然我真的会忘记把它丢掉。我看照片感觉到，这个人也真的很爱你。他爱我？好吧，我承认，在我们的姐弟之爱发展成倒霉的情侣之爱之前，我们的感情世界里充满了稳定的惰性气体。而这种感情一旦变质，惰性气体也变成了易燃气体，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爆，把我们俩的感情轰得一点渣渣都不剩。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剩的话，干嘛还要生气？生气？我一点儿都不生气。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2只眼睛都看到了。垃圾，你来扔！我到现在还爱他，是不是挺丢人的？你想不想飞？小云哥，小智姐的住院档案拿来了。辛苦了。那个护士长啊，可真是厉害，就只对你笑啊笑啊。
可是没有搜查证，一点都不肯配合警察办案。科长也真是的，一个搜查证都要搞这么久。小杨哥，有哪里不对劲吗？出血量不对，小直身上没有可以出那么多血的伤口。如果不是小直的血，那这些血很可能是盗窃者的。尤一仔，跟我去趟医院找这条裙子。好，我去开车。快！表兄弟，你要买相机啊？我可以帮忙推荐的。我叫薛灵桥。好的，大乔哥，以后大乔哥有什么需要顿顿帮忙的地方，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表兄弟，最近怎么不去图书馆了？大乔哥当然不能再去呢，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粉丝在图书馆等着他呢。这还仅仅只是几张照片的影响力。要是我们大乔哥真的进入了演艺圈，说不定比田小姐你还要红呢。冯东路，我告诉你，我可是凭借实力打败了100多个竞争者，才得到了传说中屋子的女2号。可是啊，我怎么听说，全都是因为张轩轩小姐向导演力荐你，你才有机会。再给我说一遍！大乔哥救我！弄不死你呢我！大乔哥，再说一遍！大乔哥救我！大乔哥救我！你好，你说那位收藏家去国外了？他多久回来？我希望尽快拿回玉璧。好。我没钱借给你，千万别跟我借钱啊！拜拜。线粒体别名 Powerhouse， 细胞的发电厂。线粒体每次分裂都会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导致端粒缩短。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发电厂开始崩坏，直至完全失去了分裂的能力，人体也就完成了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只要细胞分裂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但是，人类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可是癌细胞却是可以无限分裂的呀。很好的问题。癌细胞之所以可以无限分裂繁殖，是因为它们从正常细胞叛变为癌细胞时，带走了一个叫做端粒酶的帮凶。端粒酶在正常细胞中的使用是受限的，但是在癌细胞当中却能够修复因分裂变短的端粒。只要我们能够把端粒酶作用于正常细胞，把正常细胞变为永生细胞，那么人类抗衰老的问题就会得到质的突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比端粒酶更完美的修复酶，那么人类不老不死也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哟。什么时候来的？当你讲到，只要细胞的分裂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的时候，那你的看法呢？我只希望人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处在一个正常可控的范围，可以维持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只有出生率没有死亡率的人口恶性膨胀，就像地球的癌细胞。有趣的见解。不过我研究的课题正是抗衰老和基因修复，把人类变成地球村上的癌细胞，就是我的梦想。言归正传，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告诉你案子的新进展，小哲的病历，看一下。出血量不对，这条裙子呢？是的，
我发现出血量不对，就去医院找这条裙子。护士说这裙子不见了。你的判断是对的，现场应该有第3个人。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还是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哎，你觉得哪种好？都不好。请你尊重一个敬业的女演员的表演艺术，好不好？你们演员入行没有门槛的吗？你以为我真没演技啊？我无法反驳，那是因为我的素养与谦虚。演戏谁不会啊？戏？No。怎么样？有没有被我出神入化的演技给惊呆了？你开心就好。什么态度？你这是？自恋狂！别关那个页面，我在想办法联系一个人。你不是不认识别人吗？他高祖父家里面有一幅画，他说，画里面的人跟我长得很像。如果真是这样，那有可能，在100多年前，我和他高祖父有交情，所以我想联系到他，看看他高祖父是否还有其他的遗物，或许能指引我更快地找到仇人，到时候很多事就会水落石出了。你以为写剧本呢？这么巧？我又不是怪物，我怎么会知道怪物在想什么呢？怪物就在我们家呢。徐妖怪，想采访你一下，你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不老不死的呢？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妖怪，我跟你一样，我也……知道了，你是人嘛？哎，说800遍了，你气量真的很小哎。现代人都喜欢起外号，知不知道？哎，赶紧回答问题，徐妖怪。你不是说不想知道我的事情吗？是不想知道你跟仇人的事儿，但是为了艺术嘛，勉强可以牺牲一下啦。来吧，准备好了。按照您的要求，画好之后特地进行了做旧处理。好，薛灵桥那边怎么样了？他已经留言说想看看这幅画。把我回复的时候，小心被怀疑。他现在失忆了，应该比我们要着急。明白。我的胸口不是公共设施。徐妖怪，我知道那个奇怪的心跳声从哪来的。这里，好像只要稍微的距离远一点，就会不安的跳个不停。由于是你救了我的原因，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心跳频率是相同的，只要靠近就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太近或者太远的话，就感受不到了。你对我也这样吗？只要你情绪波动大一些，无论多远，我都能感受得到。难道这就是电影中传说的心电感应？我更愿意称之为相互牵制的作用。那范围呢？不清楚。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往那边走。听不到，继续走。停，有了。大概100米就能听到你的心跳了。你再继续走，看看多远听不到。好。大概1公里就听不到了。已经很远了。现在心跳声还很大，继续走。能听到吗？能。你确定？继续走。现在呢？喂，喂，能听到吗？喂，再见！500公里以外的血妖怪，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回来了，你的速度也太慢了。大仇未报，需要想个办法，让他主动留下我才行。血妖怪，你活这么久，给谁熬过粥啊？那就是没有啦。就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吃。你从哪个星球上学的黑暗料理啊？我看书上说，米、水、盐，小火煮1个小时，哪里不对？你到底放了多少盐？书上说少许，所以比米放的少了一些。这
这个咸度完全可以把我储存起来，时甚200年不化。连小燕那么笨的人都会。记得把碗洗了。已将画和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发过去了。好，明天的收网，务必万无一失。徐小怪，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失败啊？活了500年，连个粥都熬不好。我不是厨子，有什么关系呢？倒是你，当演员竟然不会演戏。你说谁不会演戏啊？我现在就出门演戏去。你呢？不会在这准备熬1天粥吧？我告诉你，小心啊，别把我们家厨房烧了，要不然我要你的腰蜜。我联系上那个收藏画的人了，约了一会儿见面。失忆男主角，祝你好运。姐，你怎么来了？哎，姐，别，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逃课了，姐。之前逃课去院门口静坐，现在要跑来追星。金小比，你知不知道你明年就要高考了？你真的打算高中毕业后就去工地搬砖是不是？那不是静坐，是守护，是爱的守护。守护你个头啊！你跟变态有什么两样啊？你。需要怪进入感应范围，他不会是要来偷偷探班的吧？难道是想当面嘲笑我的演技？田静之，不要怕，你可以的，好好发挥。来了。走。准备，开机。3、2、1，开始。到底是谁把我变成怪物的？你不清楚吗？而且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心里没数吗？既然做了那么多，那么也不差这一项。怎么是小匕首啊？怎么回事？小姐，田静之，
下！快！你怎么回事你？老板，这栋楼是还没有对外开放的，不会有人进出。另外，我还在外面安排了人巡逻。拉出距离，不要靠近了。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骄傲的猛兽，等你冻上1天1夜，抽干你的血，我看你还怎么骄傲。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是道具师，事先准备好的没有开封的匕首，怎么就变成真的了？这不是我准备的那把匕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管道具，你不知道谁知道？灯光是知道，录音是知道啊！哎呀，真是有可能是变态粉丝，或者是其他跟田小姐不和的女演员做的。哎，这是怎么回事？导演，别再骂他了，应该真的跟他没什么关系。小芝，你的手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伤口不深，只要不沾水忌口，很快就好了。只是我的戏……哎呀，没关系，我先拍其他人的，你先好好养伤。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出来是谁做的。那什么，你赶紧先回家先休息休息。哎，谢谢导演。走。心跳怎么这么乱？薛妖怪到底在搞什么鬼啊？停车！心跳声没了，难道薛妖怪在100米之内？田小姐，要下车吗？下车干嘛？我要赶紧回家养伤了。哦，走吧。不想让我看到你的狼狈样啊，那咱们就明天见。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猛回头》，我是主持人杨亦菲，我是虞姬。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我们还在外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重磅的八卦新闻要爆料吗？对，
这里就是田径直受伤的现场。据说田径直在片场受伤，是因为有人把道具的刀换成了真的刀。幸亏只是歌手的戏，如果是捅心脏的戏，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是的，没错，今年真的是田径直的倒霉年呐，灾祸不断。我建议田小姐可以去找个大师帮您点化一点哦。不过听说警察上午就去勘察了现场，下午就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这个犯罪嫌疑人居然是田小姐的超级粉丝啊！什么倒霉年？本小姐活了28年，年年倒霉。你以为我就没找大师算过吗？井我都挖了3口，3口，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你？哈，那小学课本上还说呢，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没亲自挖，那就不算了吗？还有啊，现在那粉丝那都怎么回事啊？你家里很穷吗？脑子有问题没钱治是吗？无论如何，这脑残片和变态片1日3次，饭后温水服用 ，OK？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老大，你们抓错人了吧？莲花妹是我的女神，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我只是去片场捡来一些莲花妹用过的东西，顺便在网络上炫耀一下。可换匕首真的不是我干的。薛妖怪怎么还不回啊？他不会看完那幅画，想起仇人是谁，自己报完仇跑了吧？薛妖怪终于自己滚蛋了，我自由了！薛妖怪也太没礼貌了吧！好歹走之前跟我说一声是吧？害我一个人在这瞎担心。等等，我这是在担心薛妖怪吗？这个笑话也太好笑了吧！哼，我巴不得他分分钟消失。哼，再说了，他这飞檐走壁的，也没有谁能对他怎么着。薛妖怪不会上当受骗了吧？哎呀，这毕竟没有上过几天网，还是太单纯，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相信骗子的话呢？哎，这骗子也是够缺德的，欺骗一个500多岁的老人家。咦，不过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应该立刻、马上、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羞辱他。